好，国民党双方了，其实跟这个罢免团体了，都在推这个广告国民党推的反罢免的新的这个广告很讽刺，它主打的是假新闻、网军、青鸟的出征那说青鸟做了这是假新闻而且批评赖清德的杂质说我们都是杂质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已经倒数第5天了，民进党说青年希望他们返乡要投同意罢免票听说高铁都加好几班了嘛那另外呢，这个高铁加回南部的因为南部没有投票啊，最南部就到云林而已。好吧，他有加了但台中什么都有加。那花莲的罢免团体呢发国旗主题，其实罢免团怎么会唱国歌呢？原来呢，这个他的 MV 呢虽然是讲国旗，其实是要罢免的那另外呢，林右昌也到场去力挺他们那另外呢，这个罢免傅昆萁的广告猛打爱国牌，蓝营不解说那为什么要罢免守护国旗的人呢？这个傅昆萁守护国旗，为什么要罢免他呢？那另外呢，这个大罢免如果说这个成功的话呢，蓝营很多立委都被罢掉了，所以很多有利的法案比如说这个儿童虐待的法案，虐杀儿童可以判死刑然后呢，4+1国定假日。发现金1万元的特别条例，警消退休的这个所得还有军人的这个所得增加，可能都没有了，都撤回了那另外呢，这个曹信成又吹大罢免，说呢蓝白立委是破坏了程序正义说呢国民党委员是这个侵略台湾的病毒所以呢一个都不能留，全部杀光光。726罢免是防疫战争这个曹信成的话那另外呢，曹信成他呢3年交税30亿徐巧芯的钱呢薪水呢是他付的，所以你怎么可以每天骂我奇怪了，那你曹信成不是罢徐巧芯的领衔人吗？那领衔不就要把人家罢掉，人家不能骂你吗？那另外呢，这个罢免团体称说呢，罢免是救国。徐巧芯说奇怪了，黑熊曹信成当时不是说捐了10亿给黑熊勇士吗？那不是说黑熊可以搞到300万人吗？那为什么看不到这300万人去救灾呢？也看不到他们出来救国呢？我们看一下。青春记5月天带着我们穿越时光天气好像没有很好。在拍什么？我在拍我自己你是谁啊？为什么要跟你说？你又是谁？我是爱台湾的人啊！重现自强隧道前街头猎巫行为，国民党21号释出4支反罢影片，讽刺未满点。抹红就行了，反正我们的人会处理。另外再放8、9名狼人，咬他。可是他们说我们最近都没有充值。726不同意罢免。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做过这么恶质的事情，难道说实话的人就是杂质要被打掉吗？民进党或许已经变成他过去最讨厌的样子。蓝营释出宣传片，在号召青年，同一时间，民进党也有类似场面。回家投同意，台湾需要你。同意罢免台北中信徐巧芯。7月26，我们一定要买1张车票，回家投下同意罢免票。呼吁年轻人返乡投票，目标很明确，因为民进党秘书长林右昌人就在花莲。花莲乡亲一定可以扮演整个公民运动里面最关键的那个角色。高房价，然后高租金，再来是原物料一直上涨，然后也缺工，全部都要归咎在傅昆萁跟傅昆萁的太太身上。替花莲罢团打气，顺势发布罢免 MV。7月26日，出来投票，心中有国旗，罢免傅昆萁。用国旗歌阵底，影片中也不断出现国旗罢免傅昆萁的团体，此刻以正蓝军自居。我想心中有国旗就是支持傅昆萁，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立场一致，要把票源最大化，最后冲刺阶段罢免反罢阵营不约而同用影像说话。那这个现在曹兴诚还有赖清德，加上一个柯建铭，都来讲一些话，大罢免就会大失败。就像馆长昨天讲的，会大拉肚子，会大落塞。他们3个多讲一点。你看曹兴诚已经离谱到什么程度？当初赖清德在讲说什么，我们是跟他不同意见是杂质的时候，要把杂质打掉的时候，曹兴诚出来讲，他说如果是他骂的话，直接骂人渣。你看把我们当人渣。
现在他又什么？要说我们是病毒又说我们是病毒柯建铭讲什么？选举大罢免过之后，他们赢了，他们要用刑法100条来把在野党的立委、国民党的跟民众党把它关起来，这有点民主的这个概念吗？我必须跟大家讲，最近这大概1个月，我到处去演讲，到处去帮忙。我觉得现在蓝白是同仇敌忾，像你这很多台湾民众已经看不下去，那个怒气已经淹到鼻子这边了。现在大家都要站出来投票了。你在那个过程里面，就很多人拉着你说，这次一定要好好教训赖清德。教训曹兴诚这些人，教训这个柯建铭。我感觉第一个，当初一开始是因为司法追杀这个事情，这个是最热的。你每次在演讲或者说很多人就抓着你说，柯文哲好可怜哦，国民党一些那个党部的干部多可怜哦。台湾怎么变成这样子？一个法治社会被搞成政治跟司法在追杀。刚开始最热的这个题，包括在昨天我刚包括邀了赖士葆代文5位台北市这个立委，我们一起来造势。你看那个人是满出来的，满满那个怒气，大家都认为说这一票，特别是小草跟民众党的支持群众，一定要去投这票，就跟佩奇时讲的，陈佩奇时讲的，要用这张票去把我们的民主法治救回来，要不然的话，柯文哲就会一直被关下去，司法破坏在台湾就会继续下去。那我发现最近开始一直很热的是什么呢？1万块这个事情，1万块这个事情，连立法院通过了，全世界南韩。新加坡都已经在发港澳地区都已经在发，连美国之前川普都讲说要发现金了，以前民进党自己都发过6000块，对不对？结果现在竟然要把我们的1万块把它收回去，我觉得人民也是愤怒的。那最近最热的一个题是什么？就是救灾的问题。开始用家己台南，你看民众在已经是风灾的第5天了，叫天天不灵，再对地不应，当面跟总统讲说，总统，请派国军来帮我们好不好？总统说：“国军不能什么都做，你们社区自己要自己去自救。”嘉义跟台南，大家知道吗？这次风灾严重到什么程度？18000户的家庭那个屋顶都被掀开了，有些是连墙壁都被吹破了，整个门都破掉了。到现在很多还有2-3千户，到现在都没有好好整修，有些是整修的只盖了这个帆布，老人家长辈当着面跟总统陈情，我爬不上去，帮我们盖帆布好不好？总统能讲说我们要自己爬。总统讲完话没有多久的几天，台南嘉里区咖喱有一位60岁的民众，家里面还有个98岁的老母亲，他为了屋顶破掉了，爬上去修理，掉下来，人就走了。我现在要跟大家讲，在赖清德讲说我们要自己爬的前2天，我嘉义的乡亲拉卡乡就已经有一位长辈81岁，他也是屋顶被风吹破了，爬上去也是人就走了，至少2条人命。委员，那你们在立法院可以不要删治水的预算吗？没有删预算，哪有？经济部里面这部分等一下，这部分我等一下，这部分我等这部分我会等，这部分我等一下预算的事情，我等一下会好好跟你讲。现在你们不要冷血，民进党的人不要冷血。到目前为止还有那么选区，你让人把话说完好不好？至少预算你让人家说完好不好？预算事情我会讲。这个错误的讯息我一定要驳斥的，这是一定。你是完全错误的信息。我今天早上才纠正打脸的农业部部长，我等会跟你讲。现在最惨的事情是什么？今天已经是第15天了。以前的风灾再严重，地震再严重，国军整个进去就开始帮忙。这是中华民国第一次国军没有去帮忙，连民众都已经当面要求总统了，是多大的一个悲哀！我最近这2个礼拜，先去送什么电锯，因为满地都是树。要到乡公所，他们要把那个树要锯开才能够去整理，送物资、送发电机，然后后来是送帆布。可到目前为止，台南跟嘉义还有很多家庭，根本是连家庭残破不堪都没办法整理。赶快今天来得及，赶快把更多的国军、更多人力调进去。刚讲那个，他讲那个是严重谣言，那个我讲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的政府编了农业部这边编了今年度372亿的特别收入的这个基金，下面有6个小的这个基金是我砍的，我砍了多少钱？9000万，我砍的是什么？买坏蛋超市鸡蛋的钱。
这根本就是6个基金里面的小基金，一个叫农业发展基金，就农业部长经常把它讲说，哎，他砍到了我们的天然救助基金 A 跟 B 2个不一样的，这个稻菜都欧北倒，更严重的，赵大哥，我们跟民众讲，你372亿5千万，你砍了9000万，砍了0.2，哎，你还是99.8，你钱花到哪里去？怎么可能不够？更重要的，我们的法律是非常完整的，我们还有个霸王条款呢。灾害救助法第57条，政府只要碰到天灾，你可以把所有的钱先就以缓救急，什么意思？去救天灾，所以没有钱不够问题。我们还有救灾的预算50亿，第2预备金80亿，你哪一只眼睛看到钱是不够的？今天农业部长就在立盘清清楚楚2度哦，我要求2度说明。我说现在有没有少1毛钱？现在1毛钱不够讲。农业部长，你不要被谣言带。农民到底需要什么东西？是不是？哎，抱歉哦，赵大哥，他不止被谣言带错风向，自己还是在塑造谣言，这多严重的一个指控！没有被谣言。今天农业部长都讲了，没有。现在的救灾谣言，我们澄清也说谣言，我们讲什么都说谣言。现在国民党，你现在上播就是谣言啊！你上播就谣。今天农业部长已经在经济委员会清楚讲，这次救灾没有钱少，连1毛钱都没有少。人有受害。有多少人要做赔偿？他还是需要嘛？有多少人需要有任何的？我刚讲的那些钱都有啊，372亿在那里啊，不是吗？没有人去，你把业务费删了怎么做？救灾的预算有50亿，第2预备金有80亿，你哪只眼睛看到钱？灾害预备金都在农业部，我现在针对农业部，你现在要造谣，你知道吗？你现在最重要的，今天农业部长在立盘清楚讲，没有少钱，连1毛钱都没有少，他2次，大家回去看。农业部长清楚讲，第2个，他说如果需要的话，用第2预备金。我今天都跟他讲了，你第2预备金，他自己解释说送到立法院第2预备金一定会过嘛。我说如果第2预备金送到立法院没过，我张启凯马上辞立委。没有的话，你农业部长下台，他不敢回答。好吧，这个曹庆仁跟徐巧芯，我们看一下。过去3年，我在台湾交了30亿台币的税，我是松信区的纳税的大户，我是你老板，你怎么可以每天骂我？过去曹兴诚说他要花10亿来建立黑熊勇士300万人，还有呢30万的神射手。如果真的有这300万的黑熊勇士，如果真的有花这10亿元，为什么不去协助救灾，还继续搞这个大恶霸呢？所以证明了很多话都是谎言，很多事情都是当初的空口说白话，很多事情都是讲了之后呢，说我捐了多少，我捐了多少，我捐了多少，但是根本没有，就是用所谓的反共护台这种话术来哄骗台湾人民。博弈，刚刚讲那么多预算，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不实谣言，或者是有一些刻意伪造？我不好说。但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回答我有没有刻意误导风向？什么叫做不同意不用投票726去旅游？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同意这个免投票，同意的要出来投票？你告诉我，大家有没有可以想一下？不像我再来看一下，你赞成这种讲法吗？不是，这民众的意见，这是你们霸团的意见，这是我只问你们赞不赞同？你赞不赞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意见，就是你们以为说我只问你赞不赞同嘛？你们赞不赞同？谣言嘛？对嘛？什么谣言？这就是民众自己的自发性的，还是谣言？那还是谣言啊！这不是民众不民众的问题啊！在路上宣传要不同意不用投票，这是对的，不同意不用投票，对来做就好了。请问公民有任何意见，你不是要尊重吗？这句话这不是政治人物写的，若是真人物，我也骂他。所以这是绿营的标准，这就是绿的标准。那你有很多的支持者会这样讲，因为这是个绿的标准。如果是我支持这样讲，我会谴责他，因为出来投票是你的自由，更是你的权利。把话讲清楚、说明白，是我们政治人物的责任。这种事情很明显的，不同意不用投票，不同意免投票，同意的要去投票。这种话，我相信绿营没有人出来敢指责这些霸团。那博弈，你也可以去报警啊，你可以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他嘛。我不在乎这个东西。你如果很在意，你就这样做嘛。我只能讲，那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公民的意见啊。我们大罢免扣掉今天剩下4天，进入了最后冲刺的阶段。有那么呆？法罢免阵营除了继续努力之外，一定要小心对手的奥步。刚刚的看板我已经讲了，甚至还有某一些侧翼用我的照片 P 图，影射我支持罢免赖士葆委员，我都已经去检举这照片了。这种事情一直在出现，甚至还出现用正蓝军中华民国派的名义来支持大罢免活动，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最后的事情非常多，我只呼吁一件事情，拜托所有的好朋友们，现在已经有蓝营的地方支持者在7月26号开票当天主动去投票所监票，拜托所有好朋友们去监票。我没有说谁对谁错，
但是让这次大罢免投票不要出现任何有争议的事情，是我们民主国家不分蓝绿白必须要坚持的方向跟目标。而接下来有任何不法的行为，任何用错误的讯息来引导方向的行为，我都拜托大家一起谴责他，包括王宏威委员一样，用画图的模式影射王宏威委员好像是解放军一样。我想这些都不是个民主国家该要有的风范以及该做的事情啊。接下来再回来。好，流通教父徐崇仁啊，徐崇仁呢深夜写了一个签字文，挺大罢免啊，主要是说守护台湾民主，现在是最后防线了啊。另外呢，他说呢，这个有一个令他忧心的局面，就是在野党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啊，然后呢阻挡这个推跟民意这个背离的法案啊。那另外呢，最重要他讲，在野党有一些势力。跟中国保持暧昧甚至亲近的立场，对于台湾主权跟民主制的尊重显得薄弱，所以呢，他们包装自己是民意代表，这是对台湾民主的挑战啊。那另外呢，他说台湾是不是偏离了我们走了几十年的民主道路啊？所以如果是肯定的呢，就要用行动守护台湾，就是要去投罢免的意思了啊。那我想大概他是没有文章出来，当然有很多人支持他那但是也有很多人这个批评他，所以他赶快又发了一篇澄清，说我不是属于任何政党，我只是一个爱台湾的公民啊。那这篇呢，这个口气比上一篇就缓和一些啊。那另外当然了，就是网络嘛，也把他过去的讲话啊，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很会花钱啊，然后你们不要太计较，薪水比别人低。忍耐，不要计较，好好工作，有一天老板就会看到的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你就少花一点。那这段话当时在网络上被年轻人觉得很不爽哈。那好，我今天看了以后呢，我其实认为他是以偏概全了。所以我中午本来我今天上午很累，培训好先去扫街啊，什么下雨啊等等哈。我中午本来吃完饭说场上我又做深蹲，又在跑步机上跑步，我想这个我休息一下，就我还忍不住还写了一篇哈，就牺牲了半个钟头哈，然后写完再来的哈。我就说徐崇仁先生经营事业是受到肯定的，我们以前很肯定他，但他今天发表对国事看法呢，我认为是有以偏概全之余。我就从企业经，你是企业家嘛，对不对？我也经营企业嘛，我跟你从企业经的角度请教你9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赞成民进党的能源政策，停掉1度1块钱的核电，用1度6块的风电、光电，1度3块钱的天然气来取代发电，让原本一年有300-400亿例的台电变成现在每年赔到1000亿的无底洞的钱坑吗？你不经营企业吗？你告诉我如果你是台电总经理董事长，你会这样子吗？另外你赞成把台湾变成战场，要全民准备打城镇战的刺猬豪猪吗？最近汉光演习不是这个吗？都在打城镇战了吗？第三个，你赞成重创云嘉南、高屏、花东的风山水灾，国军不能去救灾吗？第四，你说这点很重要，因为他说在野党中的一些势力跟中国保持暧昧甚至亲近立场，这是民进党罢免的一个很主要的诉求。我就问他说，因为你说一些嘛，那是哪些立委？点名出来嘛？那你有他们通匪的证据吗？有这些资料吗？如果有具体的证据，民进党不是应该把这些人抓起来吗？我都赞成把他抓起来啊，把他关起来，枪毙都可以啊。那好吧，那如果你说是一些，那民进党为什么要罢免其他无辜的立委？你不是全部嘛？然后这3个是通匪的，就把这3个罢掉啊？这不是全部31个都要罢呢？不是很奇怪吗？你是不是告诉我一下？然后呢，第5呢，你认为才就任1年，民进党就无差异、全面屠杀式的罢免31个在野定委，这是你主张的民主吗？你徐崇仁先生是不是认为这是民主呢？你赞成民进党不公布跟美国谈判关税的进度，要拖过726，你赞成这样的政策吗？另外很重要今天你认为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失败，昨天在参议院选举也惨败，执政者跟在野者分属不同的阵营，日本实施的是不是民主制度呢？是不是这样就不是民主了呢？那日本奇怪啊，执政现在是自民党啊，那现在选举在野党占多数啊，那这是不是就不对了？不符合你的民主制度呢？
第8，你赞成司法对在野党小案大办，对民进党大案小办，因为可以把柯文哲一羁押就快1年，把国民党各个党部的主委、书记长、干部不是约谈搜索就是交保羁押，加了很多人了。那对民进党也有对罢蓝营的死亡啦、伪造啦、重复联署，一个都不办，你说这是对的吗？不是对吗？最后，我请问你赞成台湾以后年年有选举吗？1年选举，1年罢免，罢免以后1年再选举，再选举以后1年再罢免，你真的认为这样是你许崇仁，你赞成这样的制度吗？不知道，请你回答啊，请你回答，凤馨。其实我看到许崇仁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头立刻浮现来的一个7个字就是“冠老板挺冠老板”。果然是如此啊。那徐崇仁当然，我不觉得说他希望年轻人要吃苦啦，不要太计较太多，这个话呢，本质上面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台湾的低薪环境跟不上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这个大环境结构，他是国策顾问。他不去注意这件事情，然后只是告诉大家说，你们要对低薪要忍受，跟赖功德的说你们要做功德，请问一下，这个基本的态度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果然是冠老板挺冠老板。他说呢，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没有通过，就是要阻挡一些这个大家民意当中觉得非常重要的这一些法案。我想请问的是，阻挡了什么法案？又有哪些法案不符合民意？是普发1万元这件事情不符合民意吗？眼看着超增5000多亿新台币的钱7月底要入账，从这5000多亿当中提拨2300多亿，让每一个人还税于民。请问一下，这是不符合民意的这个条例，还是应该要还税到你的老板口袋里呢？第二个部分是5天假不符合你老板的想法，所以要没收掉吗？第三个是凌虐7岁以下的儿童致死，最高得判死刑。请注意的是得哦，而不是明确就非判死刑不可，不符合民意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些的条例有哪一些不符合民意？又阻挡了哪一些条例是不符合民意、不符合你老板的想法的？我真的不客气的说，冠老板挺冠老板。但我最后想要提一点的就是说，当然这里面现在都充斥着一大堆什么亲中啦，然后不反共啦，巴拉巴拉巴拉这一些这样说法。你希望台湾能够回到1960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吗？可以啊，反共复国救台湾，他都去参加反共复国救国军，是这样子吗？那个时候的反共，现在有人啊就把那个蒋中正的那个像拿出来说，哎呀，你看不孝子孙啊，现在都不反共啊。请问你是要回到1960年代的反共吗？1960年代那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年代，全世界都在意识形态的斗争，所以那时候反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什么叫做反共。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指责这些人不反共，但是你说洪奇昌去北京跟共产党官员见了面，好棒棒，很好。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准？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所以今天我觉得不是说某某人出来我们就一定要攻击谁，而是你要讲出来的是要符合人的道理。我最后提一点了，刚刚其实在有关于罢免团体他们所做的这一些秀下限、无极限的这样的行为，我真的要说，因为罢免团体他们是不需要去面对民众的。你知道现在还很多的罢免团体都还戴着口罩，生怕见人。我都不知道你出来想要面对众人的时候，为什么还戴着口罩，不愿意见人？那当罢免团体见不得人的时候，他就会使出下流手段。所以刚刚呢，其实博弈提出来的就是这种下流手段。请问一下，民进党你赞不赞成？你认为这是合理的吗？可是当你说不行，这是公民团体，这跟我们无关。可是你的总统又说要跟罢免团体站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一起秀下限，只不过你让你的代理人去秀下限而已。凤馨刚刚讲反共救国军，我突然神经一崩，你差点进了反共救国军，我差一点进盘，你们知道吗？那时候我看到《中央日报》是昨天反共救国军突袭大陆成功，在大陆建立基地台，哇，热血沸腾。我那时候初中要升高中，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反共救国军大队长收，我要参加反共救国军。我说我要去参加，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他真的回信了，他回信说：“赵康同学，你还是继续好好念书，将来对国家的贡献比较大。”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反共救援当中彝族的子弟，就彝族上去，差不多90%上岸就被杀掉。
真的能够成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呢，你大队长跟我讲说，你还是不要来吧。所谓。当然，徐崇仁是企业界的前辈哦，他有他的意见，但是我必须要说，有很多更多的企业界的人士前辈，他不敢出来，他怕被查税，他怕被民进党点名做记号。我这几天接到非常多，也是企业界重量级的经营者哦，非常担心大罢免哦，他们都是不同意，他们觉得到底国家要乱到什么地步？他们担心的是关税，他们担心政治一直乱，一直乱，一直乱。很多人都用3个形容词。累死了，烦死了，气死了，这些也都是企业界。企业界不是只有一个徐崇仁先生哦，哈。徐崇仁他当年在当统一超商的经营者的时候，他也曾经布局前进中国。你在当企业的经营者的时候，你也看到这个中国市场的需要。然后等你卸任了这个企业经营者的时候，你变成蔡英文8年的国策顾问的时候，你就突然觉得说，哇，这个。如果跟中共交流，又变成说是亲中卖台了，所以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觉得中国市场好需要；你没有需要的时候，你又觉得说只要跟中国交流，又是亲中卖台。我觉得这样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哦，曾经跟你一样哦，去中国市场努力踏表的企业界人士，他们会觉得很无辜哎，所以我必须要说，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意见啊。但是企业界的人士绝对不只是徐崇仁，徐崇仁已经退出企业的第一线了。很多企业界还在企业界的第一线的人，其实是非常忧虑这次的大罢免，而且更忧虑赖清德这样子的治国方法。那我要刚刚这个讲这个暐琛这个预算的事情啊。治水跟防灾绝对不会只有1年预算的影响。这25年来，我们用在治水的预算已经3400多亿。这25年来有17年都是民进党执政，所以绝大部分的治水预算都用在中南部。可是为什么每一次台风来，每一次下大雨，中南部都这么容易的就淹水？民进党要不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你怎么去用治水预算？为什么你的基础建设这么的脆弱？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为政者要去思考的。来，暐琛，因为国民党过去当然就是重北轻南嘛，所以南部其实过去25年来已经有17年是你执政了，对啊。对，25年已经改变很多事。直到蔡英文的前瞻基础的这个建设的预算出来之后，后来这个中南部的整个建设才慢慢有起来。那重点是这些基础建设还是需要时间，而且我们的极端气候持续在增加，所以我们当然还是会变得比较好，可是它还是会有严重的时候。因为像这一次完全没有中央山被阻挡的时候，确实会有一些严重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当然需要经费。那包含农业基金也是一样啊，你一些经费都不见了，你要怎么样去做后续的补助？你要做怎么后续的这个灾害损害的一些事情呢？我刚刚有讲回农业，因为刚刚委员讲的是农业嘛，我刚刚讲的是经济治水嘛，那现在农业也是一样，你至少有那笔预算，你才有办法处理这些农损的问题嘛。那所以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惨？不就是因为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都把预算砍掉了吗？所以这就是我们期待，拜托大家这个北部跟南部都一样的重要不要因为谁的这个选区的支持者比较多，就忽略中南部的需求真的要拜托大家。徐先生回来，是的。好，国民党立委反恶霸，甚至叫黄金周。昨天黄国昌这个集合在民进党的北平东路那边踢馆啊，有2万个小草，场面是很浩大哦，我看满满的那条街哈。那而且国民党的5个立委也去了啊，5个国民党委员去哈。那黄国昌是很批赖清德了哈，所以没有办法接受在台湾当皇帝哈，越来越专制了。那我觉得陈佩琪昨天表态是蛮重要的哦，陈佩琪我觉得表态非常重要，因为小草里面可能有些人还不见得都这个，也许对这个柯文哲还是蛮同情啊，蛮期待或反正啊有特别的感情了哈，因为民众党倒是柯文哲创的嘛，所以陈佩琪也表态说反恶霸，他说大罢免如果成功，柯文哲可能会被关到死，这点我是觉得哈，就是说。你柯文哲到底有没有罪？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是法官哈，那法官会判哈，他要根据证据嘛。但是你检察官既然起诉他了，
你起诉表示你证据是够了，你才能起诉。你证据不够，你不能起诉人家嘛。那既然起诉了，那就交给法院就要放啦。那又不放，那好像看起来证据还不够，还说怕他出来串证。哎，你都起诉他了，你串什么证呢？对不对？那所以一直关到这样快1年嘞。而且好没有关系，这个社会重大瞩目案件，那你就赶快开庭嘛，不是应该这样吗？当事人关在看守所，那也是个人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嘛，对家人是很大的折磨嘛。那法院多久开一次庭呢？上次他那个副市长跳楼，然后我们才知道说，上次传是1个月以前，后来这1个月都没事啊。这法院在干什么？这1个月哦，整1个月通通没有开耶。他6月份几乎1个月都没开。对，那你为什么不能开密集的开也可以啊？对不对？检察官、法官当时本来要放人的时候，问检察官一直要求羁押，法官问了检察官，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放？通常很少这样问的啦。哦，好像法官要听检察官的，法官有自己的判断，好不管了。哦，这个怪现象就怪现象，检察官是要等他们证人结辩完毕啊，那就赶快结辩，不就结了吗？证人结辩，你证人是哪些都很清楚啊，那你拖什么东西呢？你这拖把一个人活会拖死而且大家这么重视这样的案子。柯文哲又是民众党的主席，当时就是民众党总统候选人，好歹人家有一点社会的地位嘛，对不对？那你就赶快嘛，哦，那你结辩完如果有问题就赶快该判就判嘛，哦，所以没有道理嘛，所以他太太就很担心啊，是不是关到死？那天我看他那个副市长太太跳楼以后，在第2天出庭，柯文哲站起来先看他太太在哪里，我看了这幕我就很心痛啊，就他就很担心他太太是不是也发生什么事或是怎样。这多担心嘛，哈，哎，所以然后柯文哲还收到一个投票通知单，柯文哲投票人姓名，那黄这是什么黑色幽默？他都关在看守所，根本你让他去投票吗？哦，怎么还给个投票通知单呢？哈，好吧，当然有2个小草用淡洗，民进党也被侦办了啊。民进党说我们不鼓励啦，但是呢，执政者不要用司法来制造寒蝉效应来杰克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是我觉得。是1年多来的这个整个压力的一个总释放。事实上，我们的那个小草跟很多支持者对于柯文哲被羁押这么久，每天电话都很多，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我们要有更强烈的一个动作。那昨天那个人是大家去看那个整个场是整个是蛮起来的，因为我们对于现况赖清德执政下没有去关心人民的。你看，我们昨天谈了很多，都还是认为说政府应该好好回过头来做事的。社会住宅这个问题、低薪的这个问题、高房价这个问题，之前从蔡英文一直到赖清德引诱我们人民要做的，竟然做跳票了。所以我们去年我们拿的是什么？是芭乐，一个芭乐党，他骗我们，结果拿到政权之后，该做的事情都没有做。现在更严重了，这1年多来变成一个司法的追杀。刚赵大哥在讲。柯文哲起诉书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明确的证据，这个金流，他到现在被压了多久了？10个多月了嘞。你看郑文灿被起诉完，以后人就放出来，你怎么双标严重到离谱到这么严重？更重要的，你看这段时间在拖延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北检一直在传他的这个证人，这个证人本来应该是叫做对柯文哲来讲叫敌性证人哦，是自己北检传来哦，就每次来的绝大部分的这个证人都是打脸北检哎。他把他当初那个起诉书里面画叉画了好几个叉，结果你到现在人还不放，这不只是侵犯人权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在这段时间你传的证人里面很多都很明确的在庭上很清，在法庭台北地院上面清楚，在庭上清楚讲，就是你法官当初你引导式的这个讯问，甚至有些是威胁，这所谓的不正讯问，它不是政治力的下跌呢。他最近这几个月来一直都是在重复这个事情，甚至在6月的时候，整将近1个月，一个庭都没有开，就你把柯文哲就压在那个地方，这对台湾的人权是多大一个伤害。所以昨天陈佩琪是很伤心的讲，第一个，他如果说认为这是民进党这样搞大罢免，他都还可以成功的话，柯文哲怎么会有机会出来？所以这张选票很重要，是救我们台湾的司法，也是有机会可以把柯文哲救出来的。另外，我刚提个点哦，刚刚提到那个他说的这个小草怎么去丢了鸡蛋，这个事情都还在查证当中。我觉得我们的小草是非常理性、务实、科学的，当然真的暴力我们都不会去鼓励的。可是老讲这个事情要查清楚，不要马上就扣我们小草当帽子。事实上，我这一主张啊，这个事情已经侦查之后啊，已经在进入法院的审理阶段，我觉得人就应该放出来啊。我们为什么一直在里面？他在里面到底为了他扣他为了什么呢？
然后你这个相关的，你一直说啊是因为什么橘子没回来，那万一他不回来，他永远在里面啊，这不成道理嘛？你人民一个证人没有回来，你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去补齐或去找其他的佐证来去证明你检察官的起诉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再把这些相干人等，柯文哲也好，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经理那个公司的经理林什么忠，他的高中同学，好，这些人都在里面。但你已经11个月，你检察官如果真的很会办案，那相关证据都应该很巩固了。在其他的一些比较有法治的地方，你这个就算是犯罪任何嫌疑人，都不会有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在看守所里面。我觉得这过去1年多来对于法治的破坏，然后对于检察官对于办案的这样子一个一个权力的这样子扩张，我就让大家觉得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走1年多来走到这个地步。更不要说像这相关的这个联署的案子，像黄旅还有很多的党工现在也在里面。那这个案子基本上都不复杂，人也都在，而且不会逃走。那为什么一直把里面一直藏在里面，而且还不准抗告，人一直持续还要再盖3个月在里面？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呢？那你是把人关里面，然后呢用折磨他心智，然后让他认罪？难道说我们的司法手段回到100年前满清末年吗？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反霸，我觉得不仅仅是保护住这些无辜的立法委员被恶霸，重点是大家对于1年半以来国家的已经走歪的方向，我觉得要发展大家的声音要讲出来。如果这情形再这样下去的话，台湾的不管是任何各行各业的人都不知道台湾的未来的明天在哪里。还说会，我觉得现在北检似乎要确保大罢免大成功，所以任何会影响大罢免的不利因素，他们都不让它发生啊。去年在起诉以后，我也是主张说起诉就应该交保哦，但是迟迟不交保的原因是说怕串证。那事实上，现在没有串证的结果，也是像刚刚张委员说的，每一个证人来，他讲的都跟北检的这个记录是不一样，没有串证啊，证人来也都讲的不一样啦，所以那北检你要的目的是没有达到的啊，那你为什么不让这个相关的人交保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联署的事情，黄旅跟党工为什么不能交保呢？你也起诉啦，这些律委也都不能被罢免啦，那你为什么不能够交保呢？都起诉了，证据都齐全啦，然后律委也都平安无事啦，那为什么不能交保呢？慢慢审理呢？好，所以这都是不合理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人都会影响民进党大罢免的这个成功性啊，因为黄旅跟党工会影响到国民党支持者的动员呐，因为柯文哲出来会影响到小草的投票啦，所以任何一个会影响到这个大罢，包括关税的结果。现在是不是民进党压着不公布？因为会影响到大罢免，所有的东西，我们的行政、司法，通通变成在配合大罢免、大成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2个礼拜天气实在很不稳定啊。那台风来造成这个云嘉南甚至高屏都受到蛮重大的影响。那这个周末这个花东一直到屏东其实又受到很大的影响哈。本来这个礼拜4我是答应到台东因为台东这个蛮危险的哈，我答应去，今天通知我说取消因为台东雨下太大了。他们认为他们要去救灾而这个时候不要去搞这个政治活动哈。那嘉南、嘉义、台南严重到今天有些都还没有，虽然他们宣布说已经都会复原了，其实有些还没有哈。那通讯呢，主要是通讯，因为大家现在都要靠通讯嘛那你现在有2种电话，一种是固网电话，家里那有很多家里也不装了，就固网也可能受到破坏了，一种就是靠手机嘛。所以呢，当时詹明就跟赖清德说：“我手机不通啊。”赖清德就说：“郭国文都通啊，怎么不通呢？”那另外呢，詹明其实也不是要抱怨，詹明说：“你赶快弄一个行动基地来，这样我们能够通讯就好了嘛。”那赖清德非要我也不知道个性，你跟詹明辩什么呢？詹明就是嗷嗷待哺，如大汉之汪云逆赶快呢，你能够帮我解决问题就好，你就帮他解决就是了嘛。
这不是谁对谁错，辩论这是没有意义的了，在那边当场站来站去要干嘛呢？哈，那陈亭妃出来讲话了，说0分，这个救灾太慢了，通讯尤其这个0分那当然这个有些人就不爽了哈。那另外今天也有灾民因为延误就医，主要因为通讯断断续续，所以延误就医了，这么联络不上嘛，等等那所以已经丹尼斯到现在已经14天了。所以陈亭妃才说通讯救灾是0分那里长也遗憾说呢，哎呀，这个憾事都没有受到重视了哈。那里长说，台南市政府麻痹了吗？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有夫妻遭到家中铁门砸中，妻子被砸到头部断讯，没有办法叫救护车，所以延误就医，没有办法叫救护车来等等很麻烦那另外呢，这个七股的中寮像孤岛一样，电话也不通，网络也不通，收灾户说我们最怕收不到天气的资讯了，到底会怎么样？会不会再下雨？还怎样？有没有风也不知道那说现在呢，丹尼斯重创台南已经过半个月了，七股中寮里村庄到现在有线电视第4台及市话呢都不能接通所以灾民也是很惨他说呢，这个屋顶都是用帆布，用砖瓦压住那个帆布，大风一吹，把其他好的砖瓦屋顶也可能会吹坏了，因为那个砖会随着风去飞掉。另外，如果下雨也蛮惨的，下雨那个帆布如果撑不住，也可能会崩下来这帆布都只能救急了这个不是能够这个永久的那另外呢，陈亭妃说灾区现在还有通讯中断，林俊彦就酸他说。立委能做很多事情呢，那你这个立委怎么不帮他们解决呢？好吧，这个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你的替代役什么时候去了？我们在7月15号就已经7月初就已经派出。洪泰党起来4号我们就派过去了。洪泰党起来，你当时派替代役去。答询委员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脸色明显不悦，因为被民众党立委张启凯说这次风灾国军没救灾嘉义。我们是增派替代役的人员，我们不是说没有替代役的人员在现场。在国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去救灾的同时，至少刚刚讲发生了2起很大的悲剧。一方说有，一方说没有，双方台上僵持快10分钟。不过这次台风受创的可不止嘉义，同样严重的台南，但府城还在绿营角力战。踏入这个所在，唔惊是为着要看灾情，是为着要找到这群恐惊去用袂起一个人。一拜访受灾户，想争取初选的林俊宪剖刊灾影片，承诺乡民需要他都在，而潜在初选对手陈亭妃也剖自己刊灾照，但他再度炮打中央，直言这次通讯救灾处理根本是打0分，到现在还在乱。风灾过后，至今讯号一样不稳定，交通部、NCC、数发部应该负起责任。国会议员呢，当然可以批判，但是国会议员不能只有批判。我们要提出对策，像这么100年来的大风灾，当然会造成损害。那电信中断，那个讯号车啦，要赶快派出来。结果我们发现讯号车的数量不足。电信业者统计受损基地台，中华电信有1200台，6台未修复；远传同样数量，8台未修，台哥大几乎全数修复。相关的通讯设备，我们已经协调各个电信厂商都已经进去了当然相关的电信设备也都做积极的完整在处理当中。风灾已经过去，想角逐市长大位的委员看灾政治学，拿出真本领。不会。为什么绿营这次在救灾上感觉荒腔走板，导致灾区的复原之路遥遥无期？我个人觉得是某些重要的绿营人士，他们的心根本就没有在所谓救灾跟协助灾民身上，因为他们的心都放在了民进党台南市的初选身上。为什么？来，大家举例看一下，明明是在救灾郭国文的脸书、林俊宪委员的脸书，还有黄伟哲市长的脸书，好巧不巧都遮住了某一个人郭国文脸书是用手机遮住了陈亭妃委员的脸林俊宪委员的脸书是用麦克风遮住了这个陈亭妃委员的脸。黄伟哲市长更厉害直接把陈亭妃委员卡掉了，消失不见了。拜托一下好不好？你们是在救灾你们不是在挡陈亭妃好不好？搞到现在网络在酸什么东西？在酸说想寻找陈亭妃摄影大赛这是民党现在的状况
台南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状况，风灾、水灾状况这么多，结果你们呢，把救灾现场搞得变成作秀现场，这适合吗？我真的觉得台南市的民众真的觉得悲哀啊！刚刚讲到救灾防灾的事情，2022年蔡英文那个时候10年编列了5600多亿预算，干嘛用？电网韧性计划，平均1年500多亿，就到现在呢，丹纳斯台风来，全台倒了2-3千座的电线杆，你告诉我钱到哪里去了？每个人都说，现在防灾很重要，灾民的复原是摆在第一位。绿营的你刚才也都讲了，现在在野党都把你所有的一些预算砍掉，我就问了，那你之前编列了这么多预算，包括前瞻预算，你钱花去哪了嘛？就不够啊，还要8000多亿还不够，多年呢，1年500多亿，10年5000多亿还不够。平和公路那几百公里，你知道全部76亿电线杆，你知道全台湾1年的总预算有多少吗？韧性都好吧，来伟山，永远都不够。是真的，我觉得每次都断章取义。总统去勘灾，然后他也对断章取义。国军在一开始就已经进到灾区去做协助。总统在关心说，你到底是哪一个电信你没有办法收讯，才能知道说哪一家需要去处理。那所以后来也处理了嘛。那消防署该进去的都进去啦。那当然这一次100年风灾，当然真的非常严重，这些灾民真的都很可怜。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不要去炒这些东西。那重点就是现在很多的预算现在就不够嘛。刚刚讲到农发基金，也就是被删掉了嘛。因为你说这个超丝基带你要处理，所以就被删了嘛。那删了之后，那后面你的事情怎么做呢？就没有人做，没有人可以做这个业务费的执行嘛。那你当然后续整个救灾你都会有问题。你后来农损，你甚至能不能复耕？未来这块农地还能不能重新生产？这都需要时间嘛。那所以这个在100年灾情，真的拜托大家不要再吵架，然后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处理。大家不是要跟民进党吵架，我们在跟民进党吵架，也没无助于灾民的复原哦。今天是灾民的声音出来之后，有没有帮他解决事情？今天台南市长是黄伟哲吧？我们先不要讲中央了，很多救灾那个时候在，对不起，我现在还没讲完，我还没讲完，时间不够了，让别人讲话。我跟你讲，台南市政府是个瘫痪的嘛，很多的救灾事实上台南市为第一线，比如说有老农民说文旦现在掉满地，变成文旦地毯，台南市政府没有人帮他收，只好靠义工、青年那个义工、青农义工去帮忙。那请问你台南市政府现在到底在哪里？不管是在节目上或是国会上啊，民进党永远用不让别人讲话来掩盖事实的真相，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好的态度跟礼貌。好，我这边只讲，刚刚既然讲说是100年非常严重的风灾，连前进指挥所都没有，连前进指挥所都没有。你看到我们隔壁台有在报道风灾、水灾的这些新闻吗？前进指挥所，你可以去指挥内政部、国防部、经济部、农业部、交通部、NCC， 你才能整合啊！你连前进指挥所都没有，难怪只会让大家看到赖总统的说错话。感谢。